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3日下午的13点37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道指在昨天晚间22点30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低开，原因是美国在21点30的时候公布了非农数据啊，非农数据高于预期，很多人认为是利好，但我认为是利空，因为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正在提高，所以呢，美股出现了一个低开。但是尾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美股是平开收盘啊，最后上涨幅度是0.1%啊，千分之一的涨幅。所以呢，最终我们对这个行情有了一个非常震荡的看法。同时呢，我们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认为道指呢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并且走出了两个周线的阳线啊，在周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走出了两个阳线。同时呢，我们认为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是面临一个筹码密集区啊。同时呢，结合美国非农数据的公布，未来下一周行情当中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回调概率正在加大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演化。首先呢，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在4小时级别上啊，比特币形成了一个4次等位置波谷。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行情出现了一个窄收敛的结构啊。4次等位置波谷，我们认为根据江恩的波谷定律啊，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容易出现一个低点。但行情没有出现低点，反而酝酿出窄收敛之后啊，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定的上涨行为，并且这个上涨行为呢，我们通过时间级别来看啊，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游。4小时级别上涨细游之后啊，等待啊这个震荡，通过震荡等待美国公布非农数据，在非农数据啊这个消息面来临前后啊，这个比特币的震荡开始加大。但是呢，最终公布数据之后啊，比特币在昨天晚间21点30左右啊，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杀动作，然后跟随美股啊向上进行了一定幅度的反弹。但是呢，结合整轮的大的行情来看，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啊观察到了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走出来之后啊，行情在半个月之内的震荡呢，它都围绕着八戒阴线的这个跌幅来展开啊，最终呢，在小日线和4小时线上形成了对行情的3次回补。回补之后呢，对这个下跌缺口完整回补之后啊，形成收敛三角形，然后发动了突破。但是在4小时级别的这个位置上，我们依然观察到了$17,500构成了169日均线对比特币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啊。所以呢，在震荡过程当中虽然有所反弹啊，4小时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虽然有所反弹，但是整体来看还是4小时级别在$17,500啊，对比特币的价格构成了很强大的压制作用。同时呢，我们观察外围市场的时候看到了道指的这轮反弹呢，它的时间级别是周线级别的反弹，虽然多出了2个阳线，但仍然是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细游。但是我们看到比特币在美股周线级别反弹的过程当中，它的最大反弹的时间级别仅仅是4小时级别，这就是美股和比特币不同的地方。美股的反弹时间级别是周线级别，而比特币仅仅是4小时级别。从这个角度来看比特币仍然处于一个非常标准的熊市状态当中那在这样的熊市状态当中，我们对日线级别有了一个分析，就是如果出现悟空阴线已经出现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这是标志性的阴线，后面的 K 线呢都是对这个八戒阴线的一个震荡修复，我们可以理解为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下跌方向的一个判断。所以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在走出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之后，会有这个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的一个预期所以呢，虽然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日线级别阳线，但是这根阳线的反弹力度也就是说在11月30日的这根阳线的反弹力度不足
仍然处于一个震荡区间，所以呢，我认为行情当中这个日线级别的阳线仅仅是它为了完成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动作未来很可能不容易成长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从而出现在比特币行情上的一个反转当然了，我们看到了美股在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最终成长到周线级别的上涨它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反转行情，但是比特币这个位置上，我不认为它会有一个反转行情，因为反转行情往往会跟随一个大的趋势特别是跟随美股出现一个反转的逆天的熊市见底，最终你可能认为是15487到达一个底部，然后它出现一个大的时间级别的反转它要伴随美股出现反转，但是走到这里面，我们依然会感觉到比特币相对美股特别弱势美股大幅上涨比特币略微跟随上涨幅度仅有 4.2%， 我们看这根阳线只有 4.2%但是美股已经涨了很多了，已经出现周线级别上涨了。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怎么解读呢？我认为在4小时级别上，目前压力位是1690均线，同时呢，我们观察到焦点位这个位置上已经形成，大概是在12月5日今天12月3日，12月5日大概是下周一在这样的位置上，我认为焦点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黑洞很有可能在169日均线的影响下这是4小时级别的169日均线注意看169日均线的影响下，行情可能会回踩下来回踩下来，穿过焦点位置，因为焦点位置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动能最终呢形成一个低点最终呢构成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构成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同时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也是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悟空阴线，那么未来呢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最终到达我们的目标位$10,500附近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我认为4小时级别169均线这里，也就是17500仍然构成一个压力位所以呢，积极在这个位置上去布局空单，同时呢设置止损在行情当中只有这几点一个是做趋势，目前趋势在4小时级别到周线级别都是一个下跌的趋势，下跌趋势当中反弹找到合理的合适的一个布局空单的位置，然后同时每一个仓位分仓式布局，同时每一个仓位呢设置一定的止损，最终呢你可能很容易的获得趋势上的也就是下跌趋势当中熊市的下跌趋势当中，我们给到的目标点位10500的这样的一段利润做趋势上的利润往往会比你日内波动高频开关仓100倍杠杆甚至20倍以上杠杆这样会赚得多且赚得稳因为我们策略一般都是3到5倍杠杆低倍杠杆你能拿住仓位和位置，同时设置止损，分仓式进场这样比较好赚一些。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横盘不动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这个交易对目前处在一个横盘不动的位置上，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存在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大概是在0.076附近注意看，我们看的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交易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交易对影响下呢，以太坊很快很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的所有震荡都是对悟空阴线的干扰，并且这个干扰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处在一个去年5月份、6月份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当中。所以呢，未来如果跌破0.07跌破之后，还有可能会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当然了是这样的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平行于5月到6月份的一个下跌会出现5月到6月平行结构的下跌，这样呢在行情当中是很多的很平常的一种现象叫平行结构下跌。同时呢，我们看以太坊本身的一个交易对上来看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和比特币同样的是观察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和八阶阴线，那么未来可能在震荡完成之后形成沙层阴线和糖层阴线，最终呢跌破这个收敛三角形并且呢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5月份波峰和6月份波谷连接过来形成的一个收敛三角，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变盘动作。那么我们目前主要的两个压力线就是4小时级别看一下，我切换了一下时间级别
4小时级别的169均线啊，目前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处在均线压制的一个位置上。同时呢，这里也存在一个上涨突破的时候，它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目前行情走到这里，它没有急于上涨啊，也没有急于下跌，在这里面横盘震荡啊，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筹码密集区。那在日线级别上啊，再往上一点啊，大概是在$1400啊，这是日线的啊，这是日线的一个压力位啊，也就是169均线和144均线啊，共同形成了一个压力线。这两条压力线呢，目前正在缠绕啊，它是下跌过程当中的缠绕。我们看日线级别169均线和144均线始终处于下跌趋势啊，反弹过程当中它形成了一定缠绕之后呢，它还会把这个缠绕解开，最终呢，我认为还会形成一个下跌趋势。那么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呢，我认为很容易被焦点啊，和比特币一样的是，很容易被焦点的这个吸引力作用吸引回去。那么你布局的位置就是在1300到1400这样的一个区间，同时呢，在$1450附近啊，一定要设置止损啊，设置止损。啊，毕竟呢，以太坊未来的一段行情当中出现领跌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解释过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结构上啊，目前处在周线级别下跌细游的一个悟空阴线的这个位置啊，这样呢，后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下跌趋势啊，正在等着我们。然后这2天啊，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 FTT 啊，毕竟那个日本这方面有给出一个相对模糊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你可以提币，甚至未来可能还能在 FTX 交易所上进行交易。这种币种呢叫浪子回头，就是暴跌之后啊，我们看到对于 FTT 来说，它暴跌了几乎是99%以上啊，最终低点是在1.23，目前1.33价格和低点非常接近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昨天晚间大概是9点30分左右的时候，给出了一个 FTX 交易所的利好，我们看在小日线上啊，突然8点钟的时候，20点的时候给出的利好，突然出现了一个幅度非常惊人的一个上涨啊，这意味着有利好出现，对于这个浪子回头币种会给出一个特别大的冲击作用啊，特别是非常容易让它的这个价格出现浪子回头般的回暖啊，在昨天晚上8点到现在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超级主力啊，在量能方面有所动作啊，在价格方面正在不断的在底部吸收筹码啊。未来这段时间，随着 FTX 交易所的恢复，我认为它还有一定的机会，毕竟它已经跌了99%以上。同时呢，我认为 FTX 交易所的平台币 FTT 啊，它总量和币安币是非常类似的啊。通过这样的一个下跌之后，已经进入到了非常安全的一个筹码区啊，所以呢，对喜欢在短线上或者是未来行情它有可能可以恢复的这段日子里面，我认为你可以在底部进行一定的布局啊，毕竟这种浪子回头币啊，未来有可能出现一定非常大的涨幅。同时呢，我们可以关注的是Mask 这种币种啊，它和狗狗币是同样的一个板块啊，都属于推特板块啊。在日线级别上涨之后，做出日线级别对称性的回调，然后经历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收敛动作之后，Mask 出现了一定的涨幅。在这样的涨幅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啊，日线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日线级别重新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悟空阳线的开盘价$3.18啊作为一个止损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它有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啊，这样的一个上涨预期，最终呢，它有可能走出什么呢？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我们在周线级别上看到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8节阳线组，那么8节阳线本体已经走出来了，后面的几根 K 线呢，都是对多头方向的一个干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有可能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毕竟呢，Mask 是目前来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我们看底部量能最近
做的非常大啊，量价齐升之后，它就有可能走出我们 K 线西欧战法当中的周线级别上涨，所以呢，目前还可以持续的关注啊。同时呢，进场之后呢，你要一定设置一个止损啊，一定设置一个止损，毕竟呢，熊市当中的热点币种也是相当有危险的。还有可能一波很快就会结束，所以呢，进场的时候设置止损呢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欧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主页的右上角这个位置上找到我的这本书的链接啊，同时也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欧战法同名书籍。那么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